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尔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出未来的剧场版电影》第5季的第3集。这天，小鬼们正在玩《龙与地下城》，它是一个商业化的桌上角色扮演游戏，所以需要玩家有充足的想象力。班德也跑来凑热闹，可他似乎并没有想象力，就像小胖想象自己骑着一头金色的飞马，而他却只看见了一个椅子。小黑似乎看穿了这一点，他对班德说：“设计你的时候，似乎并没有植入想象力。”班德回答：“怎么可能？他只是没有显现出来而已。”所以，想象力这根刺深深地扎进了班德的心里。由于不确定这个残酷的真相，送货途中，班德问弗赖：“我有想象力吗？”弗赖回答：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那得试试才知道。”这时飞船发出警报，燃料耗尽，引擎将在1秒后熄火，真是祸不单行。因为飞船熄火，他们又闯入了宇宙匪窝，所以财务损失是避免不了了。目前他们急需尼普勒的便便，还好便便还有存货，有动力后，3人赶到加油站加油。莉拉感叹：“这2年钱不好挣就算了，油价还拼命涨，真是世道艰难。”这时来了2个小混混，他们嘲笑莉拉的飞船很垃圾。莉拉这暴脾气怎么能容忍？他正想上前干一架，班德拉住了他，还是回去拿键盘喷他比较省力。好吧，那就不动武了，但是口水仗还是要较量一下。混混表示：“我们的飞船是有些寒碜，但好歹也是拿了5次毁坏大赛的冠军，而且他即将还会赢第6次冠军。”莉拉表示：“那只是因为我还没有参加。”由于物价持续上涨，星际快递公司召开财务大会。赫米斯对大家说：“以后的 Yellow 周刊就不再提供了。”教授补充：“对，还有邮费，我要把飞船钥匙锁进肚子里，除了送货，谁都不能乱开。”但莉拉对于混混们的话耿耿于怀。为了证明他们的飞船不垃圾，这场毁坏大赛势必参加。于是晚上趁教授熟睡，莉拉和约翰潜入房间，并用磁铁吸出了钥匙。第2天一早，莉拉开着飞船到达了比赛现场，毁坏大赛。说简单点，就是一场疯狂碰碰车比赛。一阵疯狂的碰撞之后，场上只剩下混混和快递小队的2艘飞船。2艘飞船给足了马力，相向而来。显然，混混飞船在关键时刻咽了气，一个急转弯自毁出局。快递飞船轻松晋级冠军，但快感过后总是要为当时的冲动买单。飞船7倒8拐的回到公司，为了不让教授发现这件事，大家拉起了飞船幕布，将就掩盖真相，并赶紧把钥匙塞回教授的身体。教授醒来，决定开飞船出去兜个风。尽管大家极力干扰，可纸是包不住火的。真相终究残酷的摆在眼前，莉拉只好承认一切都是自己干的。会议室，小鬼们又在玩游戏，班德加入其中。轮到班德展现想象力的时候，他却在模仿别人，这显然得不到大家的认可。班德痛苦地哀叹道：“我不过就想跟上你们的潮流，但真的太难了。”不忍班德痛苦，小黑提点了他。班德照做，没想到真的成功了。这时教授冲进来征用会议室，众人到齐。教授开始训话肇事者，真是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因为混混几句话就浪费宝贵的燃料，但重点是你控制不好情绪。要不是约翰给我打小报告，我还被蒙在鼓里。以防这样的事情再发生，教授给莉拉戴上了一个5万伏特的电击项圈，一旦她的暴躁情绪出现，项圈就会自动提醒她。戴上紧箍咒的莉拉备受煎熬，但她依然不肯承认自己有易怒的毛病。游戏仍在继续，班德发挥的越来越好，甚至让这些小鬼们都感到佩服不已。这时弗赖来找班德，但班德反常的表现让弗赖非常疑惑，于是他找到了教授，希望咨询一下。这边的教授却正在与猴子互换意识，好在还能正常沟通。在谈话间，弗赖说出了班德在玩《龙与地下城》，教授听后十分惶恐，他还没有玩到终极版吧？教授告诉弗赖，趁他还没有失去意识前，赶紧去阻止他。手术室里，由于莉拉受不了项圈的折磨，她请求约翰把它取下来。就在约翰准备动手时，莉拉再次冒火打断了约翰。在约翰的分析下，他认为莉拉的易怒一定与基因有关，他应该去见见他的父母。与此同时，弗莱找到班德进行劝说，但显然班德已入坑太深，他跑出去做了很多神志恍惚的事情。这边，约翰陪着莉拉来到他的父母家，妈妈表示这个项圈非常适合莉拉。莉拉的暴脾气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家常便饭时间，莉拉妈不禁打量起了约翰，她对莉拉说：“闺女，他是个医生，也没带婚戒。”莉拉立马打住，休想，他不是我的菜。这时班德从房顶上突然掉了下来，他拿起武器开始攻击大家。没有办法，最能打的莉拉因为戴上了项圈，根本无法应战。班德发动猛攻，力不敌，还是智取吧。于是弗赖站了出来，与班德玩起了幻想游戏。一阵胡说八道后，班德被擒获，于是班德被关进了疯人院。院里的医生简单的了解病况过后，决定采用清醒锤击治疗法。由于暗物质的短缺，燃料价格不断上涨。作为世界上唯一暗物质矿源的控制者，老妈接受新闻主持人的采访，主持人一针见血问：暗物质为什么这么贵？老妈说：贵吗？地球就只有那么一点资源了，每次开采我都在赔钱。那么请问上季度的富豪榜为什么你排行第1位？这个嘛，老妈立即岔开话题，先吃点东西再说吧。糊弄好主持人后，老妈开启主场模式，在大家过分关心暗物质资源的时候，有没有关心阿拉斯加的流浪汉呢？教授看后气不打一处来。莉
莉拉好奇他为何对能源短缺如此火大，接着教授开始解释，这要从30年前说起。那是教授第3次在老妈实验室里工作，本来他已经发誓不再为她卖力，可无奈经不住诱惑，都怪这该死的爱情。那时候暗物质不过是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，由于大脑不允许他停止对事物的探究，他把暗物质经过粒子加速器处理后，发现了它超乎寻常的价值。接着他又把小颗粒引到一个水晶体里，之后他又将研究成果带到了老妈面前，并向她展示了这东西强大的威力。老妈知道这东西肯定能让她大赚一笔，于是她立马和教授分手，并火速与前夫和好。教授当场被绿，但套路走多了，往往人就没那么糊涂了。老妈没想到的是，教授为自己留了条后路，在能量水晶出现的同时，也出现一个相反的水晶，它里面灌注了消灭反物质的能量。如果2个水晶碰到一起，它们的能量就会相互抵消而崩溃，导致所有暗物质都将失去能量，不能再当做燃料。由此，大伙便可以从老妈暗物质的垄断下解放，因为更聪明的科学家会发明出更清洁高效的能源。弗莱问教授：“是你吗？”教授回答：“当然不是，我现在正在研究如何给狗化妆。”正在大家为将打倒老妈而高兴时，出现了一个小问题，那就是教授忘记把反水晶放哪儿了。疯人院里，鉴于班德对锤击治疗毫无效果，医生决定采取群体治疗，毕竟心病还需心药医。于是医生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心理调查，但结果都不太如意。班德对大伙提出，要想离开，承认有病是第一步。众人以为他有逃跑的计划，结果这却是他病入膏肓的表现。他仍然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中，无法自拔。对此，医生表示无药可救，我已崩溃。公司里，教授向大家展示他的最新研究成果，一群狗被搞得花里胡哨。但是重点来了，在研究狗化妆的同时，教授顺带发明了能寻找反水晶的气味追踪器。教授带上追踪器，希望它能帮助他赶在老妈之前找到反水晶，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老妈已经发现反水晶就在星际快递公司，于是他即刻命令自己的3个傻儿子务必将水晶偷回来。于是3个傻儿子伪装成杀虫人员，成功潜入公司。小鬼们的游戏还在进行，3人拿着探测器来到了会议室，万万没想到反水晶就是小鬼们用来玩游戏的骰子。他们谎称反水晶是猫头鹰的蛋，所以他们要将其清走，但小鬼们不乐意了，你拿走了，我们玩啥？这时教授走进来，让3人清走他手臂上的猫头鹰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教授先一步拿到了反水晶，同时3个傻儿子的身份也随之暴露。由于心情好，教授放走了他们。所谓打铁要趁热，大家立即前往老妈的暗物质矿山，那边是10万火急。班德这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就算是精神科的终极动物 SPA 也无法使班德清醒。医生最终诊断其为严重精神错乱，但医生没有放弃的病人，这法不行，那就先躺着吧。与此同时，教授等人已经来到了老妈的地盘，老妈正在监控指挥室想办法如何阻止他们，哪知说着说着就跑偏题了。他对2傻儿子说起了关于3傻子的秘密，但是隔墙有耳啊，秘密这种东西还是不要乱说。3傻子躲在门后，将一切都听了进去。在枪弹灭轰的事态下，飞船寸步难行。一番恶斗之后，飞船还是栽了。殊不知，这竟然是教授的障眼法。教授、莉拉和弗莱成功进入矿山内部，好在莉拉已经习惯带着项圈走人，干掉电梯门卫后，大家顺利进入电梯。所谓好事多磨，没等上楼，电梯就坏了。老妈这边也发现了有外来人员入侵，寡不敌众，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于是3人躲进了一个密室，只见这里密密麻麻全是被关着的尼卜勒族人，尼卜勒也不例外。尼卜勒告诉莉拉，老妈逼着他们拉很多便便，他们感到痛苦不已，恳请3人帮助大家。但是莉拉不解，那老妈是怎么抓来你这么多族人的？尼卜勒开始解惑，那还要得从36年前说起。那时候的6号星球还是伊甸园，那里充满欢乐，并且食物充沛。这里说明一下，6号星球就是莉拉和尼卜勒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那时候尼卜勒是族人中的骄储，一切似乎很美好，直到人类的第一艘开采船到来。不久之后，这家开发公司和老妈签署了合同，同意老妈集团在这里无节制的开发矿藏。为了节省开支，老妈又打造了机器奴隶。不久后，6号星球被开采空，尼卜勒族人被迫迁移他乡。由于当时的尼卜勒在拉屎，所以被落下了，而正在拉屎的尼卜勒又被老妈发现了。老妈因此得知暗物质是他们的排泄物，所以老妈便把尼卜勒族人都抓进来，关到矿山。虽然被落下了，尼卜勒却因祸得福，这让他遇见了莉拉。莉拉又问道：“那你怎么还是被关进来了？”尼卜勒回答：“昨天我中了老妈的圈套，所以被绑来了。”刚说完，3傻子就出现了。但是3傻子不是来抓他们的，相反，他给大伙指出了一条直达水晶室的暗道。有了他的掩护，几个人成功逃过了一劫，但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原来暗道竟然是鸡笼，大家不得不在鸡笼中摸爬前进。班德这边也不太好过，医生正准备对他实行终极治疗，即用电钻经过他的眼睛，直接进入他的处理器里。希望手术顺利吧。与此同时，3人通过鸡笼
龙成功找到了水晶室。由于出发的太仓促，教授没来得及换鞋，在爬管道的时候，掉落的拖鞋暴露了他们的行踪。一场恶战一触即发，但由于老妈忘记给手枪充电，他们又侥幸逃过了一劫。趁老妈理充电器的功夫，教授赶紧拿出反水晶，没办法，手短是个硬伤，看得到够不到，一个不小心，整个人还掉了下去。这下正中老妈下怀，情急之下，教授赶紧吞了反水晶。班德这边也到了手术的关键时刻，可能是医生下手太重，班德整个人突然消失。面对如此重大的医学失误，医生选择自行狗带。教授这里也是险象迭生，冰面忽然裂开，众人一同掉了下去。没想到，因此他们竟然来到了一个奇幻世界。反水晶到了弗赖手里，莉拉变成半人马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竟然班德也在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是这里的国王。班德盛情迎接，弗赖、莉拉领餐就位。表演开始，但表演的朱鲁不小心出了岔子，班德即刻命人拖走宰杀。正在此刻，小黄骑马冲了进来，他带来一个坏消息，黑暗骑士出现了。班德立即整装出发，莉拉、弗赖也参战。但是在这个世界里，班德依然摆脱不了菜鸡这个名号。还没开打，班德率先丢了一血。哦，没想到黑暗骑士竟然是老妈的3个傻儿子。弗赖不幸被他们刺伤，弗赖倒下，反水晶也掉了出来。没想到在这个世界里，他依然起着骰子的作用，但不同的是，他可以轻易决定这里人物的命运。转眼夜幕降临，战斗失败的3个傻子掉在了沼泽巫师的门口，弗赖等人则在森林里转悠起来。突然，弗赖感觉时移来势凶猛，所以他决定在前面的厕所解决一下。但班德告诉他，这可不是厕所，这里是巫师的地盘。班德上前敲门，没想到这个巫师居然是教授。由于访客突至，他还没来得及换职业装，于是一阵斡旋之后，才开门邀请众人进屋。弗赖拿出水晶，让教授巫师解惑。教授告诉他们，这个游戏世界是真实的，如果你在这里挂了，那你就真的挂了，并且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不相信科学，只相信魔法。此外，这里与现实世界差不多，这里的老妈是一位邪恶巫师，她在反水晶里注入强大的魔法力量，黑暗骑士就是她的3个儿子。说完，教授大呼道：“该死的老女人，我诅咒你！就算你床上功夫真的很好，回到正题，要想解决掉老妈，就必须毁掉反水晶。”而反水晶只能在它被制作的地方毁掉，所以我们必须进入老妈的老巢。尽管这是一场恶战，但别无他法。班德大呼：“不，这不可能的！”教授回答：“你忘了我们还有那颗神奇的骰子了吗？”于是4人立即前往老妈的老巢。在途中，他们碰到了变成女半人马的赫米斯。班德告诉赫米斯：“我们将要去结束老妈的邪恶统治，你要不要入伙？”赫米斯表示：“1000个训练精良的弓箭手已就位，但是由于他们崇尚和平，所以不会参加他们的这种暴乱行动。不帮也就算了，为了阻止他们发动暴乱，他们不允许弗赖等人从此通过。”莉拉问道：“我偏要通过，你会怎样？”赫米斯回答：“那你就过吧。”所以第一节点顺利通过，众人继续赶路，一路颠簸。他们来到了幻想之南，在这里，他们遇见了登门拜访的拦路怪。这时，沼泽里走出来一位大美女，原来是艾米。在这里，艾米是水妖女王。艾米用肉体帮他们解决了拦路兵，并且加入了他们的战队。众人继续前行，到达了绝望之洞。教授告诉大家，这里的隧道怪物非常可怕，务必小心。就在这时，出现了一群怪物，他们废话连篇，如同丧尸大军。又免不了一阵血拼。好在没有费太大功夫，大家刚感觉松了口气，突然地面一阵颠簸，约翰蜈蚣怪又登场，众人随即再次陷入一场恶斗。莉拉爬到了约翰的胸口，3、5、2下就掏出了约翰的心脏。他边吃边说：“我是不会给隧道怪物任何机会的。”约翰惊道：“隧道怪物？你说那个总是霸占着隧道的家伙？”说完，约翰假装气绝身亡。莉拉突然反应过来，我居然错杀了一个好怪。还没有回过神，真正的隧道怪物突然出现，众人慌忙逃窜。弗赖问莉拉：“你不是最喜欢杀怪，怎么还不动手？”莉拉惭愧地说：“我发誓，我不再杀人了，因为我刚才才误杀了一只好怪。”约翰突然插嘴：“对的，5分钟前你才杀了善良的我。”莉拉挥刀再次砍向约翰：“狗子，闭嘴！”好了，这下约翰是真的死了。出于又把约翰杀了的惭愧，莉拉哭着跑走了。靠人不如靠己，弗赖只好亲自应战。他掏出了兜里的所有东西砸向怪物，独独忘了扔水晶。好在水晶自己争气，主动发出神力，在他的作用下，弗赖变成巨人，打怪自然不在话下。怪物 BOSS 被轻松解决，但是再好的东西难免会有些副作用。教授称，用过反水晶的人会被其迷惑，得赶紧融了它。一直在监视他们的老妈看到了这一切，这次该派重量级怪物出场了。斗兽场，赫米斯继续宣扬和平主义。我认为痛恨暴力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暴力行为。莉拉不知怎么来到了会场，并且她被赫米斯的这番话感动到了，求赫米斯教自己谦和之道。就这样，一场关于和平的旅行正式开始。这边回水晶小队也终于来到了目的地附近，可老妈的邪恶大军实在太过庞大了，他们堵住了去往邪恶之泉的路。班德表示，寡
寡不敌众，那就叫人。于是班德决定去马桶城堡里招一支军队。教授立即赞同，那里不会有让人长泡的汉堡，因为它自带腹泻功效。老妈监视了这场谈话，所以立即把所有军队派去了马桶城堡。和现实世界一样，他告诉了两儿子关于三傻子的秘密。同样的，三傻子躲在门后听到了这一切。被反水晶迷惑的弗赖变得人不人鬼不鬼，神志不清，在反水晶的引诱下，甚至还想谋杀小伙伴。见谋杀不成，他又逃之夭夭。大家只得先来到马桶城堡。逃走的弗赖遇见了约翰的头。约翰告诉弗赖，我也许可以帮你毁了这骰子。但似乎弗赖已经被骰子弄成了人格分裂。他自言自语，自说自话。正在这时，沼泽女巫出现了。他对两人说，不要打扰我清修，滚出去。这边三人来到城堡前，警察变成了城堡侍卫，国王则是联盟机器人。班德上前表明来到此地的原因，顺便再拍了点马屁，但似乎马屁没有拍好，引起国王的强烈不满，发疯似的乱砍。原来国王是真的疯了。据警卫解释，他刚经历了一场恶战，结果全军覆没，并没有戒城，他们反被老妈的军队包围。傻儿子们吹响了战斗号，但是似乎对方没有回应，那就直接攻城吧。于是大军即刻围攻城堡。教授这边力敌不行，所以打算智取。但似乎作用不大，敌人还是攻进了城堡。这一幕被站岗的半人马看见了，即刻把战争的消息传递给了族人。但半人马表示，我们不会掺和，我们只会辩论对错。莉拉不同意，半人马却对他说，先辩论过我再说。另一边，弗莱和仅剩一个脑袋的约翰来到了老妈老巢，他站在邪恶之泉的边缘，却被分裂出的人格拦在了毁与不毁之间，还被老妈发现了他。约翰看不下去了，发起了助攻，水晶被抛了出去，但是却没有落在泉里。危急时刻，老妈愤怒变身，弗莱也在反水晶的作用下变成了一条龙。一场终极对决即将开始，而城堡这边也已经完全招架不住，敌人攻上了城堡，并围住了教授等人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天空中射来了无数箭，怪物大军即刻被歼灭。原来是莉拉辩证赢了赫米斯，所以赫米斯才带领族人赶来支援他们。一阵万箭穿心的阵仗后，怪物军团全军覆没。还没来得及庆祝这一伟大时刻，远处传来了一阵暴动声。原来弗莱与老妈的决斗正打得热火朝天，可终究弗莱不是老妈的对手。好在众人在关键时刻赶到，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，老妈一个踏脚就断送了他们的去路。没想到三傻子在这时赶到了，他对大伙说，快跳到魔法虫子上来。魔法虫子，教授愤怒地说，这明明就是一只蜘蛛，你难道不会数它的脚吗？接着傻子还真的数起了脚，由于数脚也数不清，教授实在忍无可忍，所以三傻子和教授又打了起来。老妈忙着看戏失了神，弗莱抓住时机攻击了他的要害之处，所以老妈被打回原形，战斗结束。约翰捡起了反水晶，他表示他要成为这一刻的英雄，谁料约翰也被反水晶迷惑了。这边教授和三傻子还在殊死搏斗，打斗间三傻子终于说到了重点，我是你儿子。教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实在无法承受，他从高台上摔了下去，却刚好砸中了被反水晶迷惑的约翰，反水晶弹了出去，被老妈捡到。老妈发动了反水晶的神力，大家回到现实世界。原来由于班德的幻想通过暗物质被感应到，所以他脑子里的幻想世界就变成了真实世界。老妈表示废话不多说，赶紧进入正题。于是他命令他的两个傻儿子对教授进行灌肠，取出反水晶。但这时教授却要求抱抱儿子，终究还是情人一场。老妈同意了他的请求，但没有想到的是，三傻子竟然也吞了能量水晶。就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举动，所有的暗物质失效。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借此，教授又发明了一个能产生能源的新方法。班德因为被嘲笑没有想象力，所以拼命的在幻想的漩涡里转圈，而想象力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圈在冰冷的机器中，显然这是逆天而行，命中不该有的东西却欲强取之，结局注定逃不过一场荒唐。而班德的想象力就如同人之所短，所谓人无完人，各有所长，我们总是要学会接受自己的短处，而并非纠结于此。钻牛角尖往往得不偿失，再不济的人总会遇到那个欣赏他的人。这个世间只有一个你，无可复制，没必要再苛求极致完美。正因为人无完人，所以这世间才有了男人和女人，男人擅长蛮力，女人擅长精细，所以才是男耕女织。男人和女人的配对造就了烦恼之象，要不然这高山流水芬芳遍地，该会显得多么寂寥。最后再来和小伙伴们分享一个消息，因为本身也是海贼迷，所以我开展了一个新的频道，名叫夜与白金。因为我做的视频还算详尽，所以不管有没有看过海贼王都不会影响观看体验。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关注支持一下，感谢一直以来的关照，万分感谢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